以西结书16章1到14节是一部宫廷剧加灾难片加励志片加真爱故事加灵魂自传的大型合集，主题叫做一个被遗弃的弃婴如何成为王后，还被神深爱到极致。这段经文的剧情堪比8点档，只不过这次主角不是林志玲，也不是甄嬛，是耶路撒冷本人。1到5节，神对耶路撒冷说了一段非常惊人的开场白：你出生那天，没人割你的脐带，没人洗你、掩你、包你，你就这样被丢在田里，像一团没人爱的肉。简单翻译一下，你就是被生出来没处理直接扔掉的孤婴，出生证明没有，爸妈不认账，连月嫂都不理你。你不是被人抱着，而是被抛弃的。神这样形容耶路撒冷的出生背景，真的惨到狗都不忍心看。第6节超级震撼，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再说一次，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这句话神重复了2次，像是 CPR 的强心针打进灵魂。你可以想象这画面吗？一个婴儿躺在血里，被遗弃，没人要。神走过去，不但没闪躲，还蹲下来看着他，然后说，我选择让你活下去。这是爱的起点，不是你多棒，而是神主动给你价值。第7节神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从无人问津的弃婴到亭亭玉立的少女，还不只是美而已，神让她昌大，有形有样，有人爱。这不是从贫民窟到城堡，这是从坟场到皇宫的等级。第8节出现整段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哦，这不是童话故事，这是天国婚礼。神不是收养你而已，他是娶了你。想象一下，你曾经是被人嫌弃视若垃圾的小孩，现在竟成为神的心腹，而且是立约的婚姻，不是说说而已的海誓山盟。9到13节超级浮夸的描述神对他的宠爱，洗澡、抹油、穿绣花衣服、戴手镯、项链、耳环、金冠，给你最好的细面、蜜、油当食物。基本上神不只是救他活命，他是把他从草根阶级打造成皇后级名媛。他最后变成怎样？第14节说，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各位观众，这才是真正的公主成长史，不是靠自己努力爬起来，而是有人看见你的价值，拉你一把，陪你长大，最后还娶你。而这一切是耶路撒冷从来没做过什么配得的事。等等，我知道你们圣经读得多的人已经在心里呐喊，接下来就是他背叛神、乱搞偶像的剧情啦，对不对？没错，但今天我们只讲1到14节，也就是爱的铺陈阶段，下一段才是出轨崩坏篇。这样安排不是偶然的，神在要揭露背叛之前，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你曾是无人要的，但我爱你，你一无所有，但我给你一切，所以
当后面的背叛发生时，我们才真正懂得，那不是普通的错，而是对爱的践踏。结语：我们曾是谁？我们现在又是谁？以西结16章前半段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回头问，我生命中最初的那一生，你要存活，是不是来自神的恩典？我今天拥有的身份、地位、能力、名声，是不是其实都来自他的装饰？神不是只救你、养你，他是娶了你。他不是冷冰冰的法官，而是热情追爱的丈夫。